你看到的这架飞机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？没错，它长得像极了过去的航天飞机，甚至还能垂直发射、水平降落。但它的体积只有航天飞机的1/4，没有任何宇航员，却能在太空中悄无声息地停留900多天，而且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在轨道上干了什么。这不是一艘科研平台，也不是探索宇宙的工具，它叫 X-37B， 美国空天司令部的秘密轨道飞行器。2010年首飞至今7次任务，无一透露具体内容，甚至连它从哪个轨道进入、什么时候返回地球都高度保密。而我们只知道一件事，它能回收，还能再次升空，一次次进入轨道，又一次次悄然降落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可重复使用的轨道作战平台。想象一下，在你看不到的太空边缘，有一架飞机带着激光、微波、电子干扰设备，甚至轨道投送武器。它可以永远在空中锁定全球任意目标，不需要通过防空识别区，不需要争夺制空权，这连导弹预警系统都难以及时察觉。这是一次彻底打破常规战争逻辑的尝试，也是一场绕开防空火力、绕开国际规则、绕开传统战场的轨道前行。有趣的是，它还不是 NASA 的项目，它属于美军，准确说是美国太空部队的核心资产之一，不是探索太空，而是准备开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 X-37B 到底是怎么飞的？它能携带什么样的武器？它消失的那900多天里又做了什么？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，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台轨道战机的真正用途。你可能听说过它的名字 X-37B， 但如果你第一次看到它的照片，可能会脱口而出一句话：这不就是缩小版的航天飞机吗？从外观上看，它确实像极了 NASA 的航天飞机，有机翼，有垂尾，还能水平降落。但真正让它成为军事黑科技的，并不是长相，而是结构背后的功能布局与任务逻辑。这架只有9米长、翼展不足5米的小型飞行器，外壳覆盖着抗高温陶瓷材料，内部却没有驾驶舱，它是完全无人操作的。它不需要宇航员，也不靠地面指令实时遥控，而是依赖 onboard 的 AI 系统自主判断飞行路径、轨道机动。这就意味着，一旦升空，它就成了一个自主运行的轨道智能体。那么它是怎么来的？ X-37最早是 NASA 在1999年立项的一个可重复使用太空平台项目，目标是建造一种能低成本返回地球、反复使用的轨道飞行器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科研？但到了2004年，一件事情改变了一切。这个项目被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接管。换句话说， X-37从 NASA 手中转入了军方体系。再后来，项目主体交给了美国空军快速能力办公室 AFRL 主导。至此，它的轨道身份已经从科学载具变成了战略用途不明的军用平台。从2006年的首次亚轨道测试，到2010年 X-37B 正式进入轨道，它已经彻底脱胎换骨。而我们现在所说的 X-37B 其实是第2代，具备更高续航、更大载荷以及更隐蔽轨道能力的版本。再说清楚一点， X-37B 到底能干嘛？官方给出的说法是空间飞行技术验证平台，但没有人真的会相信它只是验证技术那么简单。毕竟它的每次任务都持续数百天，最长那次高达909天，几乎绕地球飞行整整2年半。而它的有效载荷舱长达2.1米，可以装载多种实验模块、卫星子载荷，甚至小型机动飞行器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拥有强大的变轨能力。这意味着 X-37B 不但能在太空中潜行，还可以主动改变轨道，避开监视，甚至靠近别国卫星，进行干扰、破坏或数据窃取。它不是航天飞机，而是轨道级别的电子作战平台、反卫星系统、武器验证，一台可以上天作战都能带回实验结果的轨道武库。所以当我们再看这台小小的无人飞机，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飞行器，而是进入空间战域的钥匙。如果你觉得 X-37B 已经足够神秘，那么接下来的部分会更令人震惊。消失的909天，它到底去了哪儿？ X-37B 的每次发射都像一场公开的谜语。我们知道它升空了，知道是用 SpaceX 火箭送上轨道，但之后呢？它像蒸发了一样，从全球航天监控系统中消失了。但它真的消失了吗？还是有意为之？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真实的现象： X-37B 的轨道参数从不公开，
不像国际空间站那样，每一个轨道元素都能在 NASA 网站上查到。X37B 的轨道信息只有天文爱好者通过观测反射光点、雷达回波自行记录轨迹。甚至有一段时间 ，X37B 突然从天空中消失，连这些太空侦探都找不到它了。这不是科幻片，而是现实。它是怎么做到的？第一个关键，变轨能力。一般卫星的轨道是固定的，一旦被盯上，很难脱身。但 X37B 的设计是具备多次推进和中途轨道机动能力的，这意味着它可以先在 A 轨道飞行一段，然后再切换到 B 轨道，避开敌方监视卫星的观测窗口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太空里的潜艇，不在原地久留，时不时变换航道，让你捉摸不到规律。第二个关键，太阳同步轨道的偏移规避。有消息称 X37B 并不总是选择那些固定时间过境的常规轨道，而是刻意采用低可预测性轨道方案，大多都会选择太阳同步轨道这种路线，也就是每一天在同一时间从地球上同一个地方上空经过，比如每天早上10点，它就从每个区域飞过。这样做方便拍照、收集数据，也方便人类地面团队管理和预测。但 X37B 不一样，它故意不走这种按点打卡的路线，而是选择那些今天你看得见，明天就不知道飞去哪儿了的轨道。有时它会突然升高轨道，有时会变换轨道角度，甚至用推进器调整飞行路径。这就好比大多数卫星像公交车，每天准点进站， X37B 像一辆没有固定线路的侦察车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还专挑你不在的时候开过去。这样一来，它不仅难以被雷达锁定，还能制造出预设轨道对不上的假象，一边藏身，一边制造混淆，谁都难以预测它的动向，自然也更难以防范它在干什么。第三个关键，轨道身份伪装。部分军事观察员推测 X37B 可能曾故意靠近其他国的卫星轨道，然后利用电磁干扰或光学反射制造多元回波，混淆监控站的识别系统。这就像在太空中释放出诱饵，让别人误判它的位置或者功能。结果是什么？你看到的是一颗正常运行的卫星，但实际上那颗卫星早已被 X37B 探访过，甚至可能已经被标记或窥探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它的任务编号中，从 OTV1 到 OTV6，每一场都引发外界疯狂猜测它到底干什么去了。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，不是消失了，而是正飞在你没想到的方向上。X37B 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在空间站掌控轨道机动权就等于掌控先手权，谁先发现谁，谁先锁定谁，在太空中几乎等于谁先胜出。如果你以为 X37B 只是飘来飘去，那你彻底低估了它。如果它真能打击地面，战争将如何改变？想象这样一个画面，敌方雷达完全无法触及的轨道高度，一台被伪装成航天飞机的黑色飞行器悄无声息地运行着，它不携带成员，也不需要实时操控，而是在预设的轨道点位完成一次超视距轨道打击。这不是科幻设定，而是军事界长期关注的一个潜在战术构想——轨道轰炸。如果 X37B 真的具备对地打击能力，那么它将突破所有传统导弹防御与预警体系。因为轨道武器与弹道导弹不同，它没有明显的发射阶段，也没有显著的弹道弧线，它可以常驻天顶，随时从天而降。这种作战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突防能力极强，打击时间极短。传统导弹从发射到命中，哪怕是高超音速弹头，也需要几十秒到几分钟，但轨道武器只要从轨道投放，几乎在10几秒内就能完成载入大气层，命中地面。预警系统连反应时间都来不及启动。而这类打击的目标不只是军事基地或通讯中心，理论上 X37B 可以直接瞄准指挥中枢、军事掩体，甚至是洲际导弹发射井，这些是地面上最难摧毁，同时也是战略价值最高的目标。更关键的是，由于它长时间停留在轨道上，还具备选择最佳时间窗口进行打击的能力。不像导弹发射那样暴露位置， X37B 可以等待时机，在敌方疏于防范或战区防空转移时降临。当然，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X37B 已经搭载了对地打击武器，但一些军方研究机构已经将其列入潜在能力清单。这3种潜在轨道武器是：一、动能杀伤武器，也叫乌棒轨道炸弹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从太空扔下来的金属长矛，不带炸药，靠的是重力和速度。当它从轨道高速坠落时，能量巨大，
相当于一颗小型核弹的穿透力，但没有放射性污染。这种武器一旦命中，能直接打穿地下掩体，加固工事，甚至摧毁深埋的导弹发射井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上帝之杖。2. 电磁脉冲装置 EMP 让敌人瞬间失明。EMP 不是炸弹，而是一种可以瞬间释放强大电磁波的装置。一旦在高空引爆，就会瘫痪下方大面积的电子设备，包括雷达、通讯、计算机，甚至电网。你看不到它的攻击，却突然发现屏幕黑了，无线电静了，导弹停了。如果 X-37B 携带这种设备，等于随时能让敌方关掉所有灯。3. 小型高超音速滑翔器试验平台，这是目前最具未来感的一种可能。它可以从轨道释放一枚小型滑翔体，进入大气层后，以高超音速滑翔穿越大陆，飞行路径不规则，几乎无法拦截。换句话说 ，X-37B 可能是未来高超音速武器的一种发射母舰或者测试平台。这3种用途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快、稳、狠。一旦具备这些能力， X-37B 就不只是航天飞机，而是轨道上的战术打击平台。哪怕它现在还没有动真格的，只要具备轨道释放、姿态控制与载入能力，这种轨道打击从技术上并不遥远。如果轨道打击成为现实，那么防空将被彻底颠覆。未来战争不再是天空之上，而是来自宇宙的无声一击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拉开更大的战场地图，看一看除了美国，还有谁正在打造轨道战力。X-37B 飞行的每一天，另一场没有硝烟的太空竞赛其实早已悄悄展开。别以为 X-37B 是孤胆英雄，它只是全球轨道备战布局中最高调的一颗棋子。真正的对局者正暗中加快脚步，各自在看不见的轨道线上布下天罗地网。美国的轨道战布局远不止一架 X-37B 这么简单。根据多个公开预算与军方演讲内容，五角大楼还在推进一系列次世代轨道平台。X-37C 概念正在验证中，更大的货舱、更长的续航，甚至考虑载人任务。轨道运输飞行器 OTV 计划由军用太空司令部与 DARPA 联合管理，旨意打造可多次重复使用、具打击能力的轨道平台。幽灵卫星部署具备自我调整轨道能力的隐形小卫星，专门负责监听与跟踪敌方太空资产。美国的目标从未只是高空试验，而是轨道可控、态势透明、能打能撤。而俄罗斯则是从和平走向干预。在早期，俄罗斯以和平利用太空为口号，但近年来它的轨道部署愈发军事化。2019年起，一种被称为 Cosmos 254243单飞卫星多次接近美国间谍卫星，引发国际警觉。2021年，俄方在轨释放过一枚疑似反卫星弹体，尽管官方声称是测试，俄罗斯国家航天局与国防工业企业也在共同推进轨道机动平台项目，强调长期轨道停留加模块替换能力。虽然俄罗斯在发射频率上远不及美国，但在轨道机动性与低可预测性方面动作频频。欧洲与印度国家堪称小而快的后来者。别忽视这些看似体量小的玩家，以欧洲空间局和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为代表的中小航天强国，正以快速部署加技术堆叠的策略插足轨道博弈。Pfizer 旗下 Space Raider 太空飞机预计将在2025年前完成首次轨道返回任务，其目标是对标 X-37B 的低成本可重复逻辑。印度也不甘落后，其 LVTD 重复使用航天飞行器已完成多项回收试验，主打快发快回的战术弹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国家倾向于模块化平台思维，也就是一个轨道可体，任务换载灵活，适合快速切换电子战、通讯干扰、侦察等用途。这意味着轨道战不再是超级大国专属，区域性军事强国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登陆外太空。但最危险的不是名牌对抗，而是看不见的动作。今天的轨道战不一定会爆发为实打实的武器冲突，它更像是一场低轨干扰战。卫星失效原因不明，雷达数据断流，通讯链路突然降频，或出现难以追踪的反射干扰，没人承认，也没人轻易追责，但影响却真实发生。轨道战的核心不是打赢一场仗，而是让对方在真正打仗前失去信息态势、误判态势、延误决策，而这恰恰是 X-37B 这类轨道飞行器所擅长的灰色区域战术。表面平静的太空轨道，实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军备演化。X-37B、Cosmos、
Space Raider RLV-TD， 这些飞行器的背后是国家战略、技术实力与未来战争模式的碰撞。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，真正的太空对抗还藏在夜空中那些静默滑行、不发光也不广播身份的轨道暗影里。在 X-37B 的话题下，几乎每个军事观察员都绕不过一个终极问题：它是未来战争的规则改变者，还是另一个星球大战的骗局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比你想象的更加复杂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美国就提出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，也叫战略防御倡议 SDI。那时的构想甚至包括太空中部署激光炮，利用轨道武器拦截核弹，高轨发射平台进行全球打击。听起来像科幻大片，但现实呢？这套系统不仅成本高到离谱，技术成熟度也远未达标，最终被列为战略宣传失败的典范之一。于是，很多人看到 X-37B 时，第一反应就是，这不就是星球大战计划的翻版吗？但 X-37B 不一样，它更低调，也更危险。它没有高调宣称能拦截导弹，也没有轨道激光炮这么吸睛的设定，但它有的是可以长期在轨飞行，最长记录超过900天，拥有机动变轨能力，不按常规轨道套路出牌，搭载高密度侦察与干扰设备，任务内容保密到连美国本土媒体都无法追踪。它不靠宣传吸引眼球，靠的是沉默执行，一次次改变轨道态势，一次次给其他国家制造不确定性，反而更像真正的战争准备，而非肌肉秀。它是否真的具备打击能力，这反而是次要问题。很多人盯着一个核心问题，它有没有携带武器，但在战略视角下，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足够不透明，能让对手无法确认它在干什么。这是现代军事模糊战略的关键。当你不知道它是否携带了轨道炸弹，你就不敢假设它无害；当你不知道它是否监听了你的地面雷达或卫星通信，你必须投入更多资源防备它。当你无法预测它何时再入大气层，你就无法判断它是否完成了某个任务。而在大国博弈中，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威慑力。或许你可以这样理解 ，X-37B 它是悬挂在轨道上的一个黑匣子，没有人知道它的内容，没有人知道它的目标，但所有人都知道它不是空的。这种永远不透明的战略状态，本身就已经改变了所有国家在太空部署上的逻辑。卫星防御设计必须考虑到轨道靠近，军事通讯必须加密隔离。每次 X-37B 起飞都可能引发一次全球轨道重排，这不是战术问题，而是战争的规则的问题。X-37B 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一架太空飞机，它是一种信号，一个警告，一把插入轨道秩序的战略棋子。它不会像传统战机那样在新闻里出现震撼画面，也不会像导弹那样引发剧烈爆炸，但它可能会在未来某个看似平静的清晨，让整个地球轨道体系变得不再对称，不再安全。你看不见它，但它已经影响了每一个决策者的思维，这才是它真正的杀伤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我们讨论轨道战时，我们在描绘未来，还是已经身处其中？你怎么看？你觉得 X-37B 的真正用途是哪个？ A. 精准侦察， B. 战术轨道武器测试平台， C. 用于反卫星系统部署， D. 高调战略下组工具。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我们会在下一期的特别内容中精选高赞评论进行深入解析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打开你的小铃铛。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带你看透未来战争的底层逻辑。我是 Jason， 我们下期见。